不过苏侯，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把离婚协议签了，带着你的东西滚蛋！姑姑，我跟苏菲的婚礼是爷爷当年定下来的。爷爷刚走了没几天，你着急让我跟苏菲离婚，你就不怕九泉之下爷爷寒了心吗？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那老不死的昏了头，非让苏菲嫁给你，你能攀上我们家苏菲呀？哎呀，现在她可算死了，我可不能让再拖累我。就是，现在我姐可是贵为天舟集团总裁，而你不过就是个小小的修车工，如何配得上她？若不是5年前苏老爷子救了你，你当真以为我看上你的苏家？若不是我的人暗中扶持，你们苏家怎么可能从濒临破产的集团做到上市？狂妄！你只不过是那老不死从路边捡回来的野人。要真有什么本事，怎么窝窝囊囊做了5年的修车工？快签字！苏菲的，让她亲自跟我说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们菲菲啊，正陪着龙尊集团董事长的儿子黄少共进晚餐呢。只有他那样的才智，才能配得上我们家菲菲。要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盘库，你们怎么能让苏菲跟他在一起啊？你也敢诋毁黄少？哎，他可是身价100亿的总裁，随便吐口沫子都能砸死你！哎呦，疼！你要造反呐！哎呦，救命啊，苏菲！你快来看看你的好老公！楚天，你干什么？楚天，你干什么？苏菲，楚天，别把事情闹得太大，我们好聚好散。你什么意思？真的要跟我？你还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吗？我们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。是爷爷非逼着我嫁给你，你连认识我的机会都没有。这里有100万，就当你在我苏家当了5年的保姆。5年的感情，就指着这100万吗？嫌少。楚天，你别不识好歹，这5年来你在我苏家白吃白喝也够本了。苏菲，要我说1分钱都不用给，像他这种废物能给你带来什么呀？能像我这样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？龙尊集团100亿订单，这是我给苏家集团上市送的贺礼。哎呀，感谢皇上，这有这100亿订单，我苏家定能跻身上级名流了。苏菲，你知不知道这100亿订单是我安排龙尊集团送来的？楚天，龙尊集团董事长是谁？你是我爸，你安排的订单，你还真有脸说这话呀？够了，你不过是社会最底层的修车工，怎么可能认识龙尊集团？快签字！赖他，别再纠缠我们家苏菲了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真的可以？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真的要跟我？我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，就算你高攀上我，事后也会因为矛盾分离。既然你想离婚，那我就答应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5年高攀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苏家。你记住了，你们苏家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施舍。那这100亿订单，我会亲自取消。100亿级别的订单，除了我爸，没人能取消。好，那我就拭目以待。这个楚天那本事没有，就会说些大话。菲菲，你早就该跟他离婚的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了，菲菲？干嘛这么激动呢？我刚接到通知，江国女帝将亲自拜访我苏家上市晚宴。哎呦，菲菲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你一定要接待好女帝，这可是我们苏家一步登天的机会啊！楚天，我会让你知道，离开你，我苏菲只会过得更好。苏菲，看到那个女人没？叶氏集团总裁叶溪水，上清鼎鼎有名的大人物，
我带你引荐一下。叶总今晚出席我苏家晚宴，肯定有和我苏家合作的意向。若是能把握住这次机会，我苏家肯定能更上一层楼。马上就。楚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我说过，你们苏家拥有的东西都是我的施舍。我今天就要亲自取消百亿订单，让你看清真相。你是来签约会捣乱的，楚天，你怎么能用这么卑劣的手段来报复？你要是嫌钱少，我给你就是了。楚天，我还以为你不要那100万死活硬气呢，没想到今天是来签约会报复我姐的，你可真恶心！你们到现在都还以为我是为钱而来的，不然呢？像你这种屌丝心里想什么我还不清楚。这是500万，现在跪下，边学狗叫边把我鞋舔干净，我就赏给你。怎么回事？恩公被别人侮辱，他妻子怎么就在旁边看着？洛雅，通知下去，我跟苏家的婚约废掉，100亿订单取消，还有让黄龙给我滚过来，亲自收拾他这个儿子。什么？婚约取消了？小姐，什么取消？楚哥哥和苏家的婚约取消了。这是好事啊，小姐。这至尊的婚约取消，您就有机会了。备好车子，我要亲自去婚宴现场。还有，通知黄龙滚到晚宴，好好管管他儿子。报陛下，晚宴传来消息，楚至尊已与苏家小姐解除婚约。还有这等好事？你确定他们已经离婚了吗？现场情况复杂，形势尚不明朗。我记得镇海总督吴梦海应该就在这附近，先去让他看看什么情况。是。这100亿订单被你一个电话取消，你以为演电视剧呢？别说取消100亿订单，只要我愿意，整个龙尊集团都是我囊中物。在我面前妄议龙尊集团，你也太不把我这个集团董事长儿子放在眼里了吧？也佩服你的眼，别说是你了，就算是你爹来了，我也不会这么轻易。好，在座的各位，谁今天能卸楚天一条胳膊，我给2000万；谁要能卸一条腿，我给5000万。这么多钱去杀一个赘婿，太夸张了吧？能付过2000万，这比我们整个公司的事情。开心吧，楚天，这是你身价最高的时候了。楚天，这就是你乱说话的下场。现在赶紧给皇上跪下道歉，说不定皇上心软还能饶你一命。让我给他道歉，他也配？狂妄至极！凡是取得楚天人头者，赏金1亿。不管了，撑死胆大的，我先来。我看谁敢动他！我看谁敢动他！叶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叶总，我劝您没别的事就快闪开，免得我们误伤到了您。放肆！今天我在这里，我看谁敢动他！公公，您以前救过我爷爷的叶氏弟弟，我是来报答您。我当你是哪来的底气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原来是傍上叶总了呀！天啊，你这么不要脸啊！这吃完我侄女的软饭，又去吃叶总的，你这只会躲在女人背后的废。苏小姐，我劝您谨言慎行，敢得罪我恩公，您到时候怕是怎么死的，他都不知道。叶总啊，你是不是被这个废物给骗了呀？这就是一个好高骛远的废物，不值得你付出啊！有眼不识真龙的蠢货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既然你们苏家跟恩公的婚约作废，那我就自愿嫁给恩公为妻。叶溪水，给你个面子，叫你声叶总。你叶氏集团还比不上我龙尊集团，再不滚，我连你一块打！我看今天谁敢动楚先生，我就下达行业封杀令，永久封杀谁。龙尊集团100亿订单到。谁是苏菲小姐？这里使者大人，她就是苏菲。这是龙尊集团给天舟集团的100亿项目合作订单。太好了，姐，我们苏家就要一飞冲天了。楚天，你不是取消了龙尊集团的订单吗？他怎么还是送到了我的手上？你跟他废什么话？我爹就是董事长，他要是取消了订单，我能不知道？楚天，这就是我们的差距。今夜过后，我就是100亿新CEO总裁，而你只是一个被我抛弃的废物。我说了，
订单已经取消，现在送来的不过就是一张废纸。好大的口气，这可是100亿！你从上辈子打工到现在，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吧？苏小姐，别把话说得太100亿而已。即日起，叶氏集团分给楚先生1半。叶溪水，你怎么就瞎了眼看上这么样一个人？你要是缺男人，你找我呀！楚天，你疯了！为了报复我，你竟然毁了苏家订单，你是要整个苏家为你陪葬吗？造孽呀！我们苏家怎么就摊上了你这样的灾星啊！活生生把我们苏家被黄头打的机会葬送！哎呦！来人，给我打断他的双手双脚！我要把他做成人质泄愤！都给我住手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？那是怎么回事？你知不知道你惹了大人物了？是。开车，送我去苏家晚宴。有会开个屁的会啊！不知道是谁在苏家晚宴上得罪了雷小姐，我赶紧去赔礼道歉。整个龙尊都完了。大人物，爸，你说的大的人物不会是他吧？他是，我不认识。那个畜生，我说的是龙魂殿主之女雷梦雅，那份百亿订单就是他让我给苏家的。黄董，我们根本没有见过雷小姐，何来得罪一说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雷小姐已经到了晚宴现场，看到这儿有个跳梁小丑在捣乱，还撕了他的订单，所以才生了气。黄董，我叶氏集团愿意承担苏氏100亿订单的损失。叶溪水，你不在叶氏集团好好当你的总裁，跑到这儿来趟什么浑水？这小子得罪了雷小姐，就是得罪了龙魂殿，他难逃一死。难逃一死，你知不知道？就是你口中的这位雷小姐请我出山，帮助他们龙魂。别说是雷梦，就算是雷震宇来了，在我面前也得臣服。混账！既然对店主不敬，今天不把你五马分尸，我就对不起店主对我的栽培。叶溪水，你要不想你叶家跟着一起陪葬，就给我让开。我说了，今天我要保他。诸位，谁要是能杀了叶溪水，那叶家集团的资产我就分给谁。还等什么？谁敢再上前一步，我定会灭他全族。诸位，谁要敢杀了这个对龙魂殿不敬的畜生，我再追加100亿给他。楚天，这就是你狂妄的代价，众叛亲离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像你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，只有傻子才愿意嫁给你。你不嫁我嫁，你不嫁我嫁。你他妈又是谁呀？都这么上赶着倒贴一个废物，这么缺男人吗？这个混账东西！黄龙参见雷小姐，母儿要足，出言不逊，还望您。你是店主之女？刚刚是哪些人叫嚣着要杀了楚哥？雷小姐，卑职不知道楚先生是您的贵宾，还望您高抬贵手，念在我们楚家这位龙神殿兢兢业业的份上，放我们一马。楚哥哥，您说该怎么处理？放你！刚才你们把我和林溪水逼上绝路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要放我一马？够了，楚天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你所谓的底气，不就是靠身边这2个女人吗？一次性吃2个女人的软饭，真是不要脸！你给我闭嘴！你以为你们苏家的100亿订单从何而来？若不是楚哥哥亲自安排，我连这样看你们苏家的耐心都没有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100亿订单是楚天给我们苏家争取来的？这些年，我怕我的身份给你带来压力，没想到你刚有了一点成就，就看不清自己。要是早点告诉我你的身份，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啊！好，你不是不想离婚吗？我答应你。是你看到我身上的权势之后才不想，现在觉得我不一般，配得上。我告诉你，晚了。我看在苏家家主对我有恩的份上，我不追究你们苏家，但至于他们，该罚的罚，该斩的斩。是。楚先生，我为我自己和逆子对您的不敬道歉。我愿意奉上龙尊集团所有的资产，只求您留我儿一命。都怪你，惹怒了楚先生，快给我跪下！跪下！我不跪！
我不服！叶氏集团的总裁和龙魂殿店主的女儿也到了晚宴，开得再快一点，不然至尊就要被这2个女人给抢走了。混账！你要是死了，我们皇家就绝后了！快给我跪下！爸，我们凭什么给他们跪啊？我们这么多年给龙魂殿当牛做马，如今他们一句话就要定我们生死，我看这龙魂殿早就应该烂。快跪下！我不跪！你个没出息的老东西！你怕这个软饭男，我不怕。儿子敢打亲爹，还真是一出好戏。楚天，你以为就只有你有背景？认识他吗？江国总督令，龙魂殿再厉害又怎么样？见到江国总督也要避让。总督令为何会在你手中？江国总督无属于女帝麾下，你跟女帝难不成有什么关系？我早就拜了江国总督为干爹，接下来马上江国总督和江国女帝就会到达晚宴，识相的现在臣服于我，我可以饶你们不死。怪不得女帝啊愿意出席我苏家晚宴，原来啊是因为皇上这一层关系。皇上啊，你可要照顾一下我家菲菲啊！楚天，你背后有龙魂殿又怎样？江国总督可是女帝座下第一员大将，况且女帝今晚还会亲临我苏氏晚宴，你最好见好就收。我这个亲爹还没死呢，你就去拜干爹？占着集团董事长位置这么多年，还不死呢？本来想打算隐藏身份，一举夺下龙维集团，现在我也不想隐瞒了。等我杀死这个软饭男，下一个就杀了你。你对自己的亲爹都这么好，你还真是狼心狗肺啊！少说废话！诸位将楚天碎尸万段，我以总督的名义保证各位的安全。你敢？谁知道你手里的令牌是真是假？今日谁敢对楚哥哥动手，我龙魂殿与他不死不休！他的令牌就是真的。干爹，我以江国总督的身份担保，今天晚上帮我除掉龙魂殿还有侮辱我义子那小子的人，通通有赏。干爹，就是他们在我晚宴上捣乱，还逼我给这个修车的软饭男下跪。雷小姐，我是看在雷震宇的面子上饶你不死，但是侮辱我义子的人，他必须承担。好大的口气！吴总督，我们龙魂殿内部的事还轮不到你管。谁不知道你们龙魂殿的高手现在被西洋人追杀，恐怕现在的实力已经时不从一了吧？你仗势欺人，江明月知道。女帝的事儿不用你操心，倒是你看直呼女帝的鼻子，真是没把我们的女帝放在眼里。信不信我诛你九族？战场上我不知道救了他多少次，就算他出现在这儿，他也得向我低头。别大放厥词了，就你还上过战场。楚天，女帝等一下就会亲临我苏家晚宴，我劝你啊，赶紧跪下认错，说不定女帝慈悲还能放你条生路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，站着四断双腿，给我的义子下跪道歉，否则我就亲自把你的腿打断，然后让你亲眼看着我把这2个小妞给玩坏，再慢慢的把你折磨死。放肆！我们打个赌吧。打赌？我倒想看看你有什么花招。我们就赌女帝来的时候，自断双腿跪在地上求饶的不是我，是你。我看你已经开始说胡话。我身为女帝座下第一总督，除非他患了失心疯，否则为什么罚我呀？别跟他们多费口舌了，先把楚天杀了，再把雷梦雅这个贱女人抓起来，去威胁雷震宇。到时候，整个龙魂殿乃至整个大夏，都是我们江国女帝的囊中之物啊！好，在场的各位愿意归顺我的，我代表女帝放你们一条生路，否则杀无赦。我愿意归顺总督。我也愿意。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，你今天死路一条。江国女帝驾到！楚先生，终于能见到您。楚先生，终于能见到您。你怎么给一个软饭男下跪？他可是5年前在战场上救过我命的恩人。楚天说的竟然是真的。菲菲啊，咱们刚才那样对楚天，你被他报复回来吧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个男人什么德行我最清楚，他就是一个不思进取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救过您呢？废物，油盐不进的东西！
你也配治理本宫的恩人？您来参加我这个苏家的盛世晚宴，难道不是因为看好我们苏家吗？小小一个苏家而已，也配出本宫的眼？如果不是看在楚先生的面子上，本宫怎么可能会亲临此地？楚哥，楚爷，刚刚真是误会啊！我不知道你和陛下的关系，所以才冲撞了你。误会？那他身上的至尊令也是误会。他那是假令牌啊！哦，对，那是他自己刻的假令牌，这令牌是你亲手给我的呀！谁他妈是你干爹？你私印总督令牌，其罪当诛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给我斩了！你还记得咱们的赌约吧？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甘愿为你当牛做马，求你饶我一条性命啊！你来晚了，你没看到你这坐下第一总督刚刚有多伟？他不光让我向他的干儿子跪下道歉，还要让我自断双腿。当真说过此话？我错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楚爷的真实身份呢。所以啊，我就跟他打了个赌，赌你来之后，看看到底是谁要自断双腿。给我拉下去，打断他的双腿，关入黑狱。怎么样，皇耀？你最大的倚仗都没有，还有什么底牌没用？你不就是救过女帝一命吗？这就是你最大的底气。到头来，你不过还是一个吃女人软饭的废物。这个时候还在嘴硬，我哪里有眼无珠，冒犯了楚先生。这一巴掌打你认贼作父，为了攀附权贵，宣别人为父。这一巴掌打你冒犯女帝，千金圣女被楚先生所救，岂容你再次羞辱？没想到你倒挺不顺。天下我们不知道你的真面目，冲撞了你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但是我皇家就这么一根不争气的毒苗，我愿奉上龙尊集团所有资产，以求放我儿一条贱命。你把龙尊集团给了他，我以后怎么当国少啊？看来你这个儿子还是不服气啊。这样，我留他一命，但我要拔掉他的舌头，作为他出口狂言的代价。你愣什么？动手！黄龙，记住你的诺，奉上龙尊集团全部财产，以后就从头开始。谢谢楚先生，我上身。将这个不争气的逆子带走。至于你们苏家，菲菲啊，你快去跟楚天求情，求他饶了我们呀！我们苏家不能没落呀！我不想跟黄耀族样流落街头，快去求你姐夫呀！我承认，之前确实是我小看了你，但你也不用这么小肚鸡肠。那你刚才和黄耀祖逼我下跪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劝他大度点？我们错了，那之前都是误会一场。你跟菲菲啊，好歹也有5年的感情，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夫妻吵架不都床头吵床尾和吗？今天晚上让我姐夫陪你睡一晚。呸，真恶心！这时候上赶着舔楚哥哥了。别忘了，楚哥哥已经和你们苏家退婚了。我念在苏老爷子对我有恩，你最后再放我苏家一次，从此以后，我跟苏家恩怨了结。鼠目寸光的女人，放弃这泼天富贵的滋味，好受吗？苏小姐，我还要谢谢你和楚哥哥退婚，这样我才有机会追求楚哥哥。好好记住今天的教训，楚先生的身份远比你想象中要尊贵。神经病！争着去抢一个废物！我要让你们知道，就算没有他楚天，我一样可以壮大苏氏集团。你说要找我商量龙魂殿的事儿，怎么给我带这儿来了？楚哥哥，既然你已经单身了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呀？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楚哥哥，我可喜欢你很久了，你不知道，
当我得知你要结婚的消息，我有多难过。好啊，你雷小姐，背着我们偷吃是吧？什么叫偷吃啊？这叫先到先得。怎么的，叶总，要跟我抢男人啊？没有，雷小姐，我是来加入你们的。恩公，虽然我的地位没有雷小姐这么高贵，但是我愿意做小，只要能陪在你身边就行。你们两个竟然趁着本宫不注意，在这里偷男人！你们两个差不多得了。我刚刚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，现在不想谈感情的事儿。我刚好有事情。暂说无妨。我想请您组织一场宴会，召集天下的豪杰，对西洋的军队进行反攻。你们江国也被西洋人的军队侵犯了吗？现在出现了一个自称魔主的将领，他参加战争只为了杀人，用以修炼某种功法。若不加以阻止，整个人间都会成为炼狱啊！出谋未到，本就是我的责任。梦雅，那就麻烦你在龙魂殿组织一场腾龙大会，我要召集天下英豪一起攻打西洋。放心吧，楚哥哥，包在我身上。喂，王总，我们之前的合作取消？别！哎，喂，陈总，我们之前申请的贷款什么时候能下来？贷款？你们苏家已经被拉入全大夏集团的黑名单，谁敢批给你们婚？都怪你呀！要不是你和楚天离婚，咱们苏家也不会落到这个境地呀。当初我和楚天离婚，你不也是举双手赞成的吗？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呀？我们苏家都要完蛋了，还能有什么好消息？苏红，你快说，什么消息？5年前失踪的至尊即将回归，龙魂殿即将召开腾龙宴，召集天下豪杰。如果我们能借此机会攀上至尊，那我苏家的危机不就轻松解决了？哎呀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苏家有救了。话虽如此，只是且不说攀上至尊的关系有多难，单是那腾龙宴的邀请函，怕是都不好拿到吧？我都打听好了，至尊手下第一大将军许飞近日就在上京。姐，邀请函他肯定有，我们去找他帮忙吧。许将军你好，我是新氏集团总裁苏菲，这是我妹妹，听闻您到访上京，特地来拜访。早就听闻苏氏集团美女总裁美丽动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将军大人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来这里呢是有件事想请您。说说看。我们听说龙魂殿要为至尊举办腾龙宴，想向您讨一张邀请函，一睹至尊风采。原来你们是为腾龙宴。老实说呀，你们不是第一个来找我帮忙，一声第一句，对我来说不算什么难事，只是我能做到的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大当真？那就好办，给我睡一觉。许将军，一张邀请函对您来说并非难事，你何必这样刁难我？给别人，那当然不算什么难事。可是整个上京谁不知道，你们同时得罪了3大氏，把邀请函给你，我很难办。姐，别犹豫了，你就睡一觉嘛，这是我们苏家最后的机会啊！好，为了苏家，那我就不打扰将军雅兴了。慢点，谁说我只睡菲菲了？那你的身材把我伺候爽了，就把邀请函给你。怎么不服气？可以滚啊！到时候你们流浪街头，我再找人把你们抓回来慢慢搞。到时候我可没不好说话。哎，对嘛，放心吧，把我伺候舒服了。姐，你一定要攀上至尊，这邀请函的代价太大了。楚天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。等我到了腾龙宴，攀上至尊，我一定要你和那3个贱女人不得好死。恩公，这腾龙宴在叶氏集团最大的会场举办，效果还不错吧？恩公，我的背景没有雷小姐跟你那么大，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楚天，你凭什么在这儿？这腾龙宴的承办商是我们叶氏集团，他自然能在这里，反倒是你们，
我已经下令封杀苏家，你们又是怎么混进来的呢？我们可是有要求的人，不像某些人靠着吃软饭硬撑着。你有邀请函又如何？谁不知道你们苏家马上就要破产了？你们混进腾龙宴，无非就是想找个新靠山罢了。楚天，你这么做对得起女帝吗？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姐？我什么意思？你最清楚不过了。这边吊着叶溪水，那边和雷梦雅暧昧，你玩的真好。叔，苏家晚宴是你最后一期，不要再见上一期。住手！你就是楚天，大庭广众之下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施暴，真不知道女帝是怎么看上你的。战神殿殿主董天雷，战神大人，这男人堪称极品软饭，吃着女帝的软饭，还同时跟另外2个女人乱搞，简直辜负女帝的一片真心。老子生平最瞧不起靠女人的男人，像你这样的软骨头，不配出现在腾龙宴，滚！我要是离开了，那这腾龙宴岂不是就白办了？你以为你自己什么身份？要不是看在女帝的面子上，你恐怕站在这儿和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吧？这话说反了，我要不是看在江明月的情分上，我连搭理你的兴趣都没有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你信不信？就算老子打断你一条腿，陛下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吃软饭就吃软饭，装什么大丈夫？你现在拥有的权势，不都是女帝施舍？这种男人啊，这总想着软饭硬吃。我劝你还是少说点大话，这不然啊，要是又失了宠，那小心被得罪的人啊，碎尸万段。且不说我跟江明月的关系清清白白，就算我们2个人扯上关系，那也是他依附于我。楚天从不躲在女人背后。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恩公的背景，以恩公的地位，即便我做小妾，也是荣幸之至。能吃上女帝的软饭，心里乐呵乐呵得了。这种大话都说得出口，小心祸从口出。他不就是女帝的男宠吗？说难听点，女帝要是不要他了，他就是烂布一块，谁要他？楚小友，你说话也未免太难听。别忘了苏家晚宴是女帝和我们龙魂殿大小姐救你于水火之中，难道大小姐的地位还不如你吗？现在赶紧跪下来给陛下道歉，否则我以战神殿的名义将你押入黑狱，永生不得重见天日。我最后再说，不要再拿你们所谓的身份和权势来压我。我的身份世间无双，无人能比，无人能及，在我面前，没有人能称王称霸。大家听见没？他楚天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负心汉。女帝和雷小姐为他做了这么多，他居然连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。战神殿侍卫，将他给我绑起来，押入黑狱。参见陛下。都退下吧。这个男人根本不值得您托付啊！从他身上，我根本看不到男人应该有的一丝担当，只有满口大话。我建议您立刻跟他断绝关系。但是您不了解他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。我尊称您一声陛下，是因为您在战场上立功无数，对得起我江国那些死去的将士和百姓们。如果说今天你执意要在这个男人面前俯首称臣，你置我江国于何地？女帝，你别忘了，你背后还有一整个国家。你若是承认你不如楚天，那岂不是相当于说整个江国的分量不如一个男人吗？闭嘴！我说过了，是你们不了解楚天先生。莫说是我，就算是今天在场所有人的身份加起来，都比不过他。他能有什么真实身份？不就是救过你？战场之上，天子与庶民同命。今日你救他，明日他救你，这都是很常见的事儿。也就你吧，痴情到以身相许。原来如此，这就是你偏袒的原因。就算你贵为女帝，也不能因为儿女私情而不顾大局。你若执意偏袒这个男人，我战神殿第一个弹劾你！看谁敢上前！女帝，玩忽职守，一起拿下！
现在连女帝也保不住，这天下还没人敢动。至尊在此，为何不？他怎么敢坐为至尊准备的位置？惹怒了至尊，他几个脑袋都不够掉的。看女帝和玉溪雪对他的态度，难道他就是无等待者的至尊？大家别被他骗了，这个废物是我的前夫，在我苏家当了5年的赘婿。没错，若他要是什么至尊，会给我家菲菲心甘情愿的当5年保姆啊！甚至这5年连菲菲的房间都没进过。苏倩，我劝你还是老实闭嘴比较好，胡乱张嘴，小心跟黄药子一个下场。楚天，你还真是被江明月宠坏了。你真以为有他做你的靠山，你就可以放心了？还不快点给我滚下来！这个位置，江明月，赶紧让你这个废物男蠢滚下来！至尊那在世界各国国主那都是非常忌惮的存在，要是惹怒了至尊，我江国必然亡国。董大战士，你放心，我就坐在这儿，要是有什么后果，我一无只要有楚天先生，我代表江国。无耻女流！至尊可是5年前以一人之力平定西洋的传奇，各国国君谁敢忤逆至尊？现在还偏袒这个男人，还是不能让女人身居高位啊！你这是叫做亡国之君啊！战神殿听令，拿下江明月！在对楚哥哥做什么？你们在对楚哥哥做什么？敢在我龙魂殿闹事，是嫌命长吗？又来一个，这同时吃3个女人的软饭，不管这个楚天是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还请你认清自己的实力，不要被一些不切实际的感情冲昏头脑。楚天，这下大家都看清了，无论你解释的再冠冕堂皇，都只是一个缩在女人背后的废物。你们一句2句的有完没完？楚哥哥愿意吃我的软饭，那是我3辈子修来的。大小姐，您的父亲乃是龙魂殿殿主，护国大将，是在战场上浴血杀敌的铁血硬汉，绝不可能认可一个软脚虾一样的男人。不当了，不劳你费心。我爹若是知道楚哥哥愿意做我的男人，恐怕要高兴的要把族谱改到从我的名字开始写了。你大逆不道！雷小姐，我们当中要是谁能有幸嫁给楚先生，那可都是无上的荣耀。确实该改写族谱。要知道，你们争着去抢一个别人不要的气序，估计会气得连夜把你们赶出族谱。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收拾这个男人。来人，把雷小姐给我绑起来，打死这个吃软饭的男人！你们敢？我发誓，今日谁敢动我跟楚哥哥一根毫毛，定让他后悔终生。殿主令在，就是暴殄天物，不配拥有他。动手！今天谁敢拦我？你们在吵什么？参见殿主大人。恭迎雷殿主。像个什么样？今天不是迎接至尊回归吗？殿主大人，我等在此等候至尊归来，谁料到宴会上来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不仅目中无人，还坐上了为至尊准备的位置。谁敢如此大胆？至尊之位，岂能让别人染指？您可能有所不知，您这个女儿啊，那为了一个继续与大家是不管不顾的为敌呀，更是站在了至尊的对立面。为了一个气序。不仅如此，大人，他不仅和雷小姐关系暧昧，还和另外2个女人不清不楚，他3条船，同时吃3个女人的软饭。3个女人，天下竟能有如此厚颜无耻的人！殿主大人，我等皆亲眼所见，这男子左拥右抱，您的千金甚至只是在旁边看着，甘愿做一个妾一般。回去，我一定好好教训你。爸，孽障，别叫我爸，我一张老脸了，都让你给丢尽了。爸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还好意思问？我一是你的女儿，怎么能喜欢一个吃软饭的废物？你误会了。误会什么？等我砍下这个孽障头，再回去好好教训你这个孽人。
店主大人，您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肯定是被这个不少女气疯了呗，一时没站稳。他就是那个气顺。对呀，店主。楚天，你脑袋都快跑住了，还能这么悠闲的坐着？不过现在求饶也晚了，最多呀就是给你一个痛痛。刘店主，你不是要砍我的脑袋吗？子子狂妄之极，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中。我号召全场豪杰与我一同共诛此子，以敬至尊。我战神殿董天雷愿共诛此子，以敬至尊。连雷店主都要杀这个小子，这小子肯定不是什么至尊。我云家愿共诛此子，以敬至尊。我武家愿共诛此子，以敬至尊。一群乌合之众，希望你们等一下也能拿出这样的气。店主大人，还等什么？还长着这个孽畜！混货！知不知道他是谁？店主大人，您怎么打我呀？打的就是你！你可知道他的身份？他可是我家的乘龙快婿啊！梦雅，你给我找了一个好女婿啊！您疯了！您不是最瞧不起吃软饭的男人吗？对呀，店主大人，而且他还脚踏3只船，你就不怕他有什么病啊？你懂什么？那叫吃软饭吗？喜欢我贤婿的人越多，说明他越优秀。你身为久经沙场的护国战将，怎么可以为了一己的儿女私情偏袒这个软饭男？我龙魂殿的家务事儿，轮不到你战神殿来插手。我就搞不明白了，这楚天难道真会什么内术？那3个贱女人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也就罢了，怎么连你也要把他当个宝啊？苏小姐，你还真蠢！你亲自送走了一份天大的机缘。可别忘了，今天这场宴会的目的就是有请至尊。楚天虽为你家赘婿，但他有辱至尊，死罪难逃。那就等至尊来了，我要亲眼看一看至尊是怎样对待我家贤婿的。不用等他了，今天就由我在处理你们这群垃圾。献此将军令，除将军千里。我以将军名义诛杀对至尊不敬之人。大将军许飞的将军令，见将军令，如将军本人亲至，我等拜见将军。是至尊之下第一人呐，乃是至尊真正的左膀右臂。这个姑娘背景如此之大，怪不得不惧女帝和我龙魂殿。楚天，你是瞎了吗？这可是至尊之下第一人许将军的子。这块令牌还是当年我给的。你可知道这个令牌乃是至尊当年亲手颁给许将军，让其征战四方。你有什么脸说这块令牌是你颁给他的？那许飞不过是当年战场上快死的一个小兵，要不是我大发慈悲把他留在身边，他怎么会一步一步向将军去？故事编的还有模有样的，你有什么证据？那块令牌是我亲手的，看看后面有没有一块。飞呀，你快看看，这群人真有刀痕啊！你为什么知道这块令牌背后有刻痕？这块令牌是我亲手做的。自然是，他竟然真的是至尊，那我们刚才不是把他给得罪惨了吗？至尊大人，我们刚才不是故意的，都是他们先挑起的。一群墙头草，这刻痕只不过是他蒙对了吧？不过他只蒙对了一半，这令牌背后可不止一道刻痕。你竟敢骗我们！许大将军每日在战场上杀敌，佩戴的就是这块令牌。被敌人砍到，那再正常不过了。我看你早就猜到了吧？一而再，再而三耍我们，不把你千刀万剐，难解我心头恨。我这个店主都没有发话，轮不到你这个长老来威胁楚天。你身为龙魂殿殿主，不为龙魂殿考虑，反因困于儿女情长。哼，我看你这个店主之位也该让开了。别再执迷不悟了。你若真是个男人，就赶紧的勇敢承认这一切。若是真等到至尊和许大将军来了，连累我们，我也最后奉劝少说话，不然等事情真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，就算是我也救不了。现在全场最大的牌就是我手上的将军令，你们所有人的身份加在一块儿，都要对我避让。你最大的靠山，原来就是这块令牌呀！付出了这么多，可惜对我来说还不够。
够不够格，你试试就知道了。听我号令，围杀这个孽障！你完了，楚天，这下你必死无疑了。皇姑，成何体统？至尊请到了。这个人他不是至尊，他是一个冒充至尊身份、对至尊大不敬的吃软饭的垃圾。如此胆大包天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把他给我砍了！我们也想制裁他，可是江国女帝和龙魂殿殿主不知道被他灌了什么迷魂药，宁可得罪至尊也要保下他。龙魂殿殿主，江国女帝，在我至尊军队的铁蹄之下，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。违背至尊的意思，我命令你散尽一半的家财给我，平息至尊的怒火。你好大的口气！你一个人能代表至尊的意志吗？我们的下场，至尊会亲自决定。要是你打着至尊的名号，到处嚣张跋扈，把至尊降罪于你吗？至尊他老人家都消失多久了？除非他老人家现在莅临现场，否则这里我最大。我说了，你说的这话要是让至尊听到了，小心丢了将军之位。这娘们儿和龙魂殿小姐长，你和苏家姐妹一样，赔我1万，我就放你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我是至尊亲封的大将军，行走在外，我就是至尊的代言人。那要是我不在了，这至尊之位是不是就该由你继承了？许飞，这么久没见，你倒比我更……对不起，是我得意忘形。你疯了？你怎么给这个贱人下跪？蠢货！这个睁眼瞎的蠢货，他就是真正的至尊。楚天是至尊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在我家做了5年赘婿吗？你之前一直是骗我的。早就跟你们说过我的身份，是你们自己作死，不想说。一直有眼无珠啊！冲到了陛下和至尊大人，我自愿辞去战神殿主的位置。之前我便好言相劝，谨言慎行，可如今你被打脸，你也暴露过。念在你是为了江国安危的立场，我不反对，去战场上取敌方大将人头5颗，戴罪立功吧。多谢至尊大人，老夫也愿理罪，求您饶我一命。你刚才还说取代我龙魂殿的殿主之位，想用几个敌人的脑袋将功抵过，你想的太美了。剥夺其龙魂殿长老之位，让他也去战场，从小兵做起吧。楚天，我错了，是我不懂得珍惜，我不知道你就是至尊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复婚吧。是，侄女婿，这一日夫妻百日恩呐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你就原谅他吧。那他刚刚拿着将军令，威风凛凛的号召众人围杀我，我只是想吓吓你。你想，如果你不是至尊，真的至尊来了，不也是会教训你？若我不是至尊，恐怕早就死在你手里。不是的，我上次苏家晚宴就说过，我们恩怨两绝，这次不会再纵容你。你最后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意给你做小，对，我愿意给你当小妾。你还是省省吧，就你这副样子，当小妾都轮不到你。我之前就说过，记住你退婚的选择，你就用你剩下的余生去后悔吧。把他们给我扔出去！苏家上京永久除名。解决完他们，该轮到你了，许飞。至尊大人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记得当初在战场上捡你回来的时候，你还向往着当一个锄强扶弱的大英雄。可现如今，你自己倒成为了一条仗势欺人的狗。至尊大人，至尊大人，我错了，至尊大人，我说以后我都听您的，您原谅我这一次好吗？我刚才看你横行霸道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你这不是第一次了。谁知道你在背后干了多少的龌龊事情？这么多年我一直奋斗在一线，要不是我们这帮哥们弟兄，他们这些人，他们能享受到和平吗？我享受一点怎么了？我享受这么一点怎么了？我当初教你功法的时候，目的是想当天下苍生的保护伞，而你呢，仗着自己将军的身份，
让他们对你卑躬屈膝，你觉得很有成就感是吗？一定要治我的罪是吗？军中法规一视同仁，你也不例外。那就别怪我一念旧情了。国主，助我一臂之力。国主，西洋军队的头领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就是你害我龙魂殿多位同僚性命，没想到许将军竟然已经背叛我，与西洋统领狼狈为奸。怪不得你能组织精准地找到我们大夏的弱点进攻，原来你就是内奸。现在谁不知道这世间魔主的功力最强？我劝你投降算了，和我一样投到魔主帐下，不比跟这些蝼蚁在一起强。早就听闻楚至尊的大名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加入，我们一起杀光这天下蝼蚁，正道成仙，如何？就你这种货色，也配成仙？多说无益。今日你们所有人都要死！你我法力本就同源，凭什么你被人称为至尊，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，而我却只能像只阴沟里的老鼠一样？我们的功法虽然同源，但你走的是杀人祭道的邪路，而我是以保护天下苍生为己任。我们正邪两立，那我就要看看你所谓的正道多强！你这靠杀人修出来的道，也不怎么样吧？愚蠢！这只不过是我最基础的力量，我杀了那么多人，真当以为是白杀的？功法里包含了数百万亡灵的怨念，有人只要沾上一点，就会魂飞魄散。大人被如此多怨念所包围，怕是凶徒极少了。我大夏之子不惧战死，拼了命也要和这魔主同归于尽！给我杀！来吧，来吧！你们来的越多，死的越多，增强我的力量罢了。我为战士，宁为国死，不为苟活。杀了你，我的法力必定更加圆满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靠杀人修的力量根本就伤害不了我。刚才只是在为你杀的那些人超度。恩公，我就知道你是最强的，砍了他，替我大夏战士报仇。你怎么可能这么强？不行，我这次得先撤退。楚天，你给我等着，下次见面我必须你首级。没有下次。不要杀我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行了，楚天，你也不想你的女人死在你的面前吧？你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杀了她！大夏儿女没有天生怕死之徒，别管我，杀了他！不要急躁，这剑丢了，丢远点！不要，楚哥哥！没了武器你怎么和我斗？用我的！去死吧！至尊大人，这次多亏你彻底的杀死了魔主，破败了西洋的军队。如今呢，西洋已经全面的向我们投降了。既然危机已经解决，那我也该回归平静的生活。慢着，你的封赏还没有领哦。这是西洋国主献上1半国土给你。这是大夏之主封您为代理人，无论您身在何处，都享受国君的同等待遇。算了，我也不需要这些。楚哥哥，你开门啊！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楚天，你开门啊！楚天，你跟我说过的要跟我去江国浏览风光，快开门呀！楚哥哥呢？他刚刚不是来找你了吗？楚天呢？既然战争结束了，你该跟我结婚了呀！不行，楚天他得跟我回江国，我愿意把整个江国拿出来当嫁妆。楚哥哥，楚天，你选谁？